美元信用减弱，沙特不再信任美国，推进对华石油贸易人民币交易，油价上涨的背后蕴含着怎样的逻辑？又将引起怎样的连锁反应？先来说点真实的，我们来看看最近的油价态势。在上一轮的纽约 WTI 收盘价中，连续10个月的工作日后，均价收在了每桶原油107美元左右，折算下来大约为751.18美元每吨。按照周期的市场汇率，均价人民币6.37元，相当于4785元每吨。这比前一个周期每吨原油价格上涨了737元。英国布伦特原油价格也收在了每桶原油110.73美元左右，每吨原油为775美元，按汇率折算相当于4945人民币每吨。相较上一个周期，每吨原油价格也上涨了512美元。这是国际上的石油价格增长。中国国家发改委将汽油定价到750元，柴油定价到720元。相对于中国国内市场，价格分别上涨了125元和96元。可以看出，中国这轮的汽油、柴油定价已经相当于不赚钱，但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价格也是涨得离谱。我们在过去1个月关于俄乌冲突的节目中，多次谈到了东欧局部冲突对国际社会的影响。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启了世界各国对俄罗斯的国际制裁，特别是对俄罗斯油气进出口贸易的制裁，直接影响了原油价格。美元也在想尽办法找补，但结果可想而知。阿联酋甚至都不接美国电话了。如何填补世界第2大油气出口国俄罗斯的空缺，成为了难题。欧洲国家为了给自家人民的冬天早做打算，已经准备通过俄罗斯提出的以卢布结算油气贸易。紧跟美国的日本也感受到了制裁俄罗斯的后果。很显然，现在俄乌冲突的走势已经让美国没有获取到更多的利益了。相反，卢布、人民币、欧元开始发力，美元、石油的全球体系已经出现了裂缝。在过去的2周里，石油价格就疯涨，直接影响到了全世界人们的日常生活。但还是有好消息的，在最新一轮的油价走势中，纽约 WTI 油价收在了103.27美元每桶。而英国布伦特油价也收在了109.31美元每桶，整体的油价与上一周期相对持平。这是否意味着油价的上涨已经达到了一个峰值，开始逐渐呈现下跌的趋势？根据近期国际形势的走向，我们会发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在发挥着作用，那就是近期一直传出的沙特阿拉伯要将石油交易的货币从美元转化为人民币。虽然沙特官方还未出面证实，但有一种即将一锤定音的感觉。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中国和世界主要出口国沙特将要绕过美国，绕过持续了几十年的美元石油体系，在石油贸易展开直接交易。目前，沙特石油公司还对外公开发布消息称，公司决定将在中国东北地区开发大型炼油设施，而且中国石化已经同意同沙特阿美集团签订谅解备忘录。这也意味着中阿双方将在中国石化现有的炼油化工厂和扩建等诸多项目上展开合作。曾经与美国关系紧密的沙特开始扭转了自身的态度。我们知道，现在的美元石油体系是建立在曾经美国作为最大的石油消费国以及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基础上的。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亚欧大陆的中小型国家纷纷崛起，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在国际社会具有了更加强大的竞争力。后工业化社会形态完成，过渡到信息化时代，加之美国在国内页岩油的持续开发，在中东地区的统治力逐渐衰弱，沙特与美国的亲密关系早已不复存在，联盟体系正在趋于瓦解。伊朗12枚弹道导弹突袭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美国却在伊核问题上一退再退。这2天，朝鲜又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疑似洲际弹道导弹的不明飞行物。无论是伊朗还是朝鲜，这一系列的做法都是在不断挑战美国，试探美国目前的底线和定力。俄乌冲突中，美国迟迟不肯下场，也让许多依附于美国的小国家开始心里打鼓。面对一个朝令夕改、日渐衰落的美国，到底还该不该继续走着老路？当然，有一点我们需要明白，一个伟大的国家不可能一天建成。同理，作为世界霸主的美国，塑造了一超多强世界格局几十年的美国，其目前正处于刚刚开始衰落的时期。
距离美国的彻底衰落还有着一段漫长的时间。如果我们将时间往前推，会发现沙特开始考虑与中国在石油贸易上改变结算货币的打算，在2016年便出现端倪。2016年，沙特王储小萨勒曼首次访华时，他就已经开启了与石油人民币相关结算的一些谈判。不仅如此，当时的小萨勒曼也曾要求沙特的时任能源大臣对此提议的可行性进行过认真仔细的斟酌研究。但有一点我们是非常需要注意的，美国是否会任由沙特与中国在人民币结算石油贸易上更进一步呢？虽然绕开美国与美元石油体系，无论对中国还是沙特来说都不失为一件好事儿，但如果我们仔细回看历史的新闻，会发现美国和沙特的关系出现问题时，沙特与中国交涉的一些新闻就会出现，并且这些新闻的源头大多是美西方媒体。在美国奥巴马政府期间，美国与沙特的关系就不是特别好，双方在埃及、叙利亚以及伊朗问题上都存在着利益的分歧与冲突。当时沙特周围的突尼斯和埃及等地区发生叛乱，并最终推翻了当地的独裁者。无论是从地缘角度，还是从沙特这个国家本身的治理方式而言，周围持续的动乱和叛乱对沙特都是极为不利的。甚至在更早的时间里，2014年，在美西方媒体大肆报道美沙关系大不如从前的时候，沙特对华石油贸易使用人民币结算的这样一些消息就同时出现，这与现在的情况如出一辙。所以我们仍然要持怀疑态度对待最近的新闻节奏，毕竟美沙的友好关系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了。沙特到底有没有决心与中国进行进一步的交涉，目前的局势仍然不好判断。但好的一点是，中沙关系在近年来确实是一直处于稳步提升的状态，两国之间的经贸往来也是越来越密切，并且能源合作也是两国经贸合作中的大头。我们前面讲了，从2016年开始，沙特官方就确实考虑过与中国的石油贸易改变。6年以来，这一问题也被断断续续地提出。加之如今国际环境变化速度太快，国际局势每天都在发生着改变，沙特想要在这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找到一条新的道路，加速与中国在石油贸易上的谈判，提升与中国的关系与合作，也是其发展的大趋势。如今的中国早已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能源进口国。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近年来沙特一直蝉联中国石油最大进口来源国，可以见得中沙两国之间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一件事儿。但不可忽视的是，在中沙关系当中，美国一直在进行着阻碍，多个方面不断对沙特进行施压。沙特与中国的人民币石油结算已经不单单是一个经济问题，其关乎到沙特的国家安全。美国不会如此轻易的让沙特与中国走在一起，因为在美国大势已去的当下，沙特的举动有可能间接甚至直接的影响整体的国际社会格局。